我是个灵根残缺的修炼废材，却被宗门长老知若天子。只因我可以将其他技能的熟练度起点全部加到功法之上。我反复强调，我虽然是逆天宗的，但我本质上是一个坚持传统修仙的人，并非逆天神人。什么？你说我每天练刀不修功夫，怎么成为强者？是不是作弊了？胡说八道！这都是因为我想要靠近凡人，不要说开挂、作弊什么的，我不是这种人。穿越过来，单打独斗这么久，考察了这么多宗门，如今看来，逆天宗是个好选择。逆天宗招收弟子的流程是：第一，检验灵根；第二，和负责招收弟子的寻藏长老面谈。至于谈话内容，其他人是听不见的。自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毕竟其他人基本都是没修为的，而我已经是炼气3品的修士了。这逆天宗长老都和他们说什么了？怎么都这个表情？下一个，晚辈斗宗拜见寻藏长老。斗宗小友，不必客气，让我先看看你的资质吧。是。你是灵根残缺，你怎么可能灵根残缺？那你这一身修为哪里来的？我靠，不是石碑吗？怎么是个人？移牙装杯啊！不应该啊，斗宗小友，你明明是个灵根残缺，且学校之中满是灰垢杂质的废普通人，可你为何能够进入炼气期？这不合理啊！不好意思，寻长老，晚辈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只是有一天晚上偶然得到一本炼气诀，修炼了一晚上没有效果，结果我睡了一觉后就炼气成功了。寻藏听后陷入沉默。斗宗这套说辞是早已准备好的，其实他有卦，而且没关。在18岁时，斗宗觉醒了这个金手指。他虽不能修仙，但他接触的每一项技能都能帮助他获取技能点。其中，他发现自己在练刀方面颇有天赋，练半个时辰就能得到一个技能点。后来，他偶然得到残缺版炼气诀，开始修炼后，他发现自己灵根有问题，于是他把刀术的技能点全部转移到炼气诀上，但因功法残缺，所以只升到炼气3品就无法再进。我觉得你很适合加入我们逆天宗。啊，这么草率的吗？虽然不清楚你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我觉得你的情况很是特殊，非常逆天，这与我宗的理念很是契合，所以你我之间就不需要再进行理念面谈了。我这一关你可以直接通过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吗？那晚辈多谢寻长老。逆天宗的逆天不应该是逆天而行的意思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？不必言谢，不过你还需要参加一次弟子试炼才能正式加入逆天宗，这一点还需要外门的周长老决定，所以你接下来可以先去见一见周长老。好。离开第4招录处后，刚刚那位装杯汉子带着斗宗前往第4活动的金桂园。这位师兄，请问师弟如何称呼你呢？我叫李成，你可以叫我杯师兄。啊，因我修行之道的缘故，我最近要当一块测验石碑，最好大家都叫我石碑，我才能加强对石碑的认同。杯师兄，不好意思，师弟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当一块石碑呢？我修习的是奇物逆天之道，切勿天生地养。测验石碑的原材料触灵石亦是如此。我若是能成功成为一枚测验石碑，就证明我抓住了一抹天意，那我就能代天行道，成功逆天。那师弟先预祝师兄寻道顺利，道途无阻。师弟对逆天可有什么想法？努力修炼，成为仙人，与天地同寿，最后超越天道，这就是我对逆天的理解。你竟然还是传统修仙派？敢问师兄，此话怎讲？传统修仙派主张修炼为主，你这种就是，但我们逆天宗不是，传统派效率太低。我们现在在钻研新式修仙，主张寻找内心认可的逆天之道。那个师兄，我其实也觉得新时代修仙更适合我们。你放心，就算主张传统修仙，也是可以加入逆天宗的。前面就是金桂园功法阁了，等周长老看看你的体质再行定夺。是。到了功法阁后，李成便去寻找周长老了。斗宗则是兴奋之极，要知道他只要看过一篇功法，就可以在面板生成一个技能进行加点了。想到这里，斗宗立刻找到了功法区。基础炼气诀。伴随一阵恍惚，功法篇章出现在斗宗脑海。
炼气3品的内容很快就被翻到底，接下来就是炼气4品了。我可算知道为什么随便看了，合着是付费阅读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找免费的练。斗宗师弟周长老来了，快让我看看，到底是谁诀窍有结实还能炼气的？这也太逆天了！拜见周长老。不必多礼。这是小有莫惊，这是授课所用。外门有些弟子耳朵不太好用，我就会将我授课内容用术法投于脸上，让他们知道我说了些什么。原来是字幕组的，我前世最敬重那些做字幕的了。周长老实在是师者仁心，晚辈敬服。好了，让我看看你的情况吧。当真是诀窍堵塞，灵根残缺。不过我看出你为何可以修炼了。周长老，这是为何？你虽是灵根残缺，但并不是没有灵根，所以你依旧能吸收灵气、提炼灵气，只是速度很慢。正常来说，由于你提炼很慢，那些灵气会马上流走，但你诀窍中的杂质刚好弥补了这一点，将这些灵气留在诀窍里，让他们出不去，最终促成了这旷古绝今的奇妙体质。妙哉妙哉！看来你天生就适合进我逆天宗，说你是先天修炼圣体也不为过啊。不是，咋给我干成先天修炼圣体了？不过你想参加弟子试炼，还得向我证明一项能力。什么能力？学习能力。你学过什么术法吗？没有，我学的都是残缺法，这哪能算学过？所以字幕组长老给我本心术法吧。那这样，你看看此术，你炼气3品的修为足够施展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在我面前运功，我看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。是。周恒给的术法名为吸灵术，是用来加速灵气吸收的术法。其中讲到，每个人的身体有1300个穴窍，而这本吸灵术要修炼的只是7窍，为目、鼻、口、耳。请问宿主是否确定要洗点？洗点后，斗宗就假装闭眼，一动不动。过了半个时辰，10点属性点，一次性全点了有些高调，先加3点吧。半个时辰到了，你感觉如何？周长老，我感觉我已经有些想法了。哦，那你试试。是。不是，你吸我身上灵气干什么？这小子直接把玉简里都没记载的能力都给修炼出来了，谁教你的？周长老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怪你，我只是想问问你这是怎么修炼出来的？吸灵术没说可以吸别人的灵力吧？我只是觉得我在运转吸灵术的时候，会自动将身前的灵气全部都吸进来。醉灯。听到斗宗这话，周恒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斗宗也马上意识到了，自己这个金手指肯定有什么特殊的作用。这样，我再给你半个时辰，你练练别的位置。周长老，我已经练好了，现在7窍都可以用吸灵术。我终于明白你的资质为什么这么差了。为什么？或许是天道有心平衡，你的术法天赋过于逆天，所以导致必须限制一下你的资质。那个，其实我术法天赋也一样差。天道怎么那么坏啊？修仙就是这样的。说回正题，你已经拥有了弟子试炼的资格，休息2天之后，在丰正广场参加，让小兵带你过去。多谢周长老。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神人？斗宗弟子在。你是第3个。在这名长老身后有一个旋转不休的光洞，斗宗是第3个进去的。他知道这就是弟子试炼之地。他这2天都在做什么？炼刀。他没用吸灵术修炼，没察觉到灵气的波动。什么刀法？普通人的凡人刀术。他可能有他的道理吧，等他正式入宗后再问问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李成不理解斗宗的举动，但他理解斗宗。逆天宗的弟子都有自己对修炼的一套理解，不被外人理解很正常。看来他已经开始适应逆天宗弟子的身份了。另外一边，丰正广场的点名很快结束，一众弟子排队进入试炼之地。第一名弟子是一个衣着华贵的青年。这2天，斗宗对其他弟子也有所了解。此人名为梁成道，出身不凡，乃是凡间王朝的皇子。
生性比较冷淡。在他进入后，第二名弟子走了上去，这是一名身形魁梧的青年，名为高宏，今年17岁，却宛如一座小山，天赋不错，为人也很仗义，很热心。窦宗和他如今算是熟悉。高宏进入后，窦宗紧随其后，踏入了试炼之地。也不知道今年的弟子试炼是什么内容。去年的挺离谱的，我至今也忘不了。我看年年都离谱，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出来的。申言，话音方落，每个人的手上都出现了一张申言的黄色符箓。众弟子看到黄符警告，纷纷噤声。毕竟要是还敢开口，管长老就会直接在他们的嘴巴上贴禁言的红色符箓了。竟然是合欢院的巡长老，那看来此次试炼不难啊。拜见巡长老。无需多礼。此次弟子试炼内容非常简单，敢问梁小友，从小到大陪伴在你身边最久之物是什么？我娘送我的玉佩。若是未来你会拥有一位道侣，你会选择玉佩作为你的道侣吗？不会。这个问题在弟子招录的时候不是问过了吗？重复的询问能拷打你的真心，让你明悟。是，弟子明了，请巡长老继续。第二个问题，若你不会选择玉佩作为你的道侣，那你会选择什么呢？我不能不要道侣吗？好，看来你喜欢自己，那你可愿与自己结为道侣？好，问心结束，你的试炼失败了。接着他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送了出去，回到了风筝广场。好了，梁小友，十分遗憾，你没有通过试炼，还请下山。莫名其妙。在梁成道下山之时，高宏也开始问心。他的答案很简单，他说他有娃娃心。于是荀藏说他不通过。宣长老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前2天不是说有娃娃心不影响修仙的吗？荀藏没理他，直接将他送了出去。接着高宏只能无奈的和长老们道别，下了山。接着第3个人窦宗前来问心。拜见荀长老。无需多礼。窦宗小友，从小到大陪伴在你身边最久之物是什么？应该是我的一只小猫木偶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可愿与你的小猫木偶结为道侣？哈基勋，你这家伙要让我跟哈基米在一起吗？虽然猫娘很有吸引力，但毕竟只是个手办。荀长老，我不愿。那你会选择什么作为你的道侣？一个与我互相喜欢的女人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如果这个女人有一天突发恶疾变成了男人，你还会选择跟她在一起吗？这修仙如此方便，应该能马上变回去吧？窦宗小友，依你之言，就算你的道侣变成男人，但只要样貌是女人，你就能接受是吗？不是，还有南梁。窦宗脑子有些宕机，被大运到修仙界的时候，他都没感觉自己的脑子停转这么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窦宗小友，问心结束，你的试炼失败了。啊，荀长老，我怎么就失败了？我的回答只代表我自己，其实我同样尊重您个人的喜好。小友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和逆天宗大部分人的取向很正常的。其实我也尊重小部分人的选择。话音未落，荀藏连忙将窦宗送了出去。修仙真难啊，总感觉哈基荀是用莫须有的理由淘汰我。性取向真有这么重要吗？看来只能换个地方搞功法了。就在窦宗思索之际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呼救：“上下，救我！”风筝广场中，众人看着光幕，一阵憋笑。与此同时，一名长老盯着荀藏，语气颇有几分不忿：“荀长老，以后问别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将这些事情与我宗理念扯上关系。这是你合欢院的理念，不是你天宗的理念，也不是我祝海峰的理念。祝海峰是练气峰，莫隧道则是祝海峰峰主。莫长老莫着急，你时常闭关，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时代变了，弟子们都比较活泼。不用多说了。”与此同时，第4名弟子也开始了问心。至于前3位被赶下山的弟子，都经历了同一件事情。只见梁成道骑着自己的法宝座驾5马的马车，行驶在山林之中，前方突然传来呼救：“救命！”小子，你想插手本大爷的好事？我不想杀人，给你一息时间，滚！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跟谁？你
梁成道刚刚用皇子令牌上的术法瞬秒了山贼，随后便将其收了起来。那女子则是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多谢公子大恩大德。不必。跟着我的马车，前方就是一座山村。一瞬间，梁成道眼前的场景全部变换，山贼与女子消失不见，回到了丰正广场。见此情形，他马上就懂了，前面的问心只是混淆失信得，后面的山贼与女子才是真正的试炼。多谢梁小友出手相救，试炼结果待其他人参加完毕后便会公布，还请先行等待。多谢管长老。这次高二，敢插手本大爷的好事。高洪急速版通关试炼后，还处于懵逼状态。此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窦宗的身上。少侠，救我！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求你救救我！为何他是少侠，我就是好心人，这对吗？炼器一品比我弱，什么都可以给我吗？嘿嘿。望着对方的模样，窦宗心里升起了一个令其骤然兴奋的念头。小子，你想插手本大爷的好事？我不想插手，我想跟你一起。但你只是炼器2品，实力比我弱，所以先让我来，然后你来。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在轮到你之前，你得先给我用一下。我需要阴阳调和，阴多了我要阳一下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只有荀藏微微露出欣赏之色。而本来淡定自若的莫隧道急忙运转功法，连接2具傀儡。没错，山贼和女子都是他炼制的傀儡。他从未遇到过有人这么做的，所以直接愣住了，只好转人工。而就在他们刚刚连接成功的时候，我乃金策仙宗派来逆天宗交涉的弟子，无名梁成道。Emotional damn it！ 敢问姑娘，他为何追你？他贪图我的美色，想要轻薄于我。那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不过按金策门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你想让我救你，你必须付出什么？窦宗此言并非无的放矢，金策门规还真有这么一条。那敢问少侠需要什么？我也不想趁人之危，你既是修士，必定也修过炼气诀，把你的炼气诀借我一关即可。好，多谢少侠。女子傀儡身上自是没有携带这种东西，这是莫隧道紧急放进去的。窦宗则是连忙开始查看起炼气诀。与此同时，众长老皆是满眼欣赏之色。这小子虽说满口胡言，但心肠道也真是极好。先是搬出几个名头，以防山贼背后有势力，而为了圆谎，他所行之事也要符合金策老狗们不免费的原则。最后，身为炼气修士，他必定早已看过炼气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选择炼气诀作为报酬，这表明他根本无心索取什么，只是为了圆谎罢了。可见窦宗真是一个质朴又纯真，还不乏谨慎与自我保护的好儿郎啊！他们当然无法想象，一个因为付不起正版费用，也找不到盗版渠道的人的渴求到底有多么恐怖。窦宗疯狂的阅读着，终于，他的炼气诀不再是残缺版本。多谢姑娘，梁某已收取你的报酬，至此我们两清。梁少侠，多谢您的相助，待我回家之后，定会将您见义勇为的义举昭告天下的。如此甚好，梁皇子用了你的马甲，给你积点功德，不必谢我。接着，他来到奄奄一息的山贼面前。你要做什么？让你还债。我要还你什么债？你浪费我的灵力，对我造成巨大损害，要补偿我的损失，所以你得给我一本我没学过的术法，驱散我内心的阴霾。金策门规，利益交换，本该如此，此乃天理。哈哈哈，天理都搬出来了，不错不错。待天道定天理，死子逆天之心十分强大。你说这么多就是想敲诈的？给不给？给了我就放你一马。当真？只要我没学过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可我如何知晓你没学过？我学过了，不就可以露一手吗？只要我露不了，不就证明没学过？你放心，我乃金策仙宗出身，不会骗你的。这是我珍藏的炼气7炼气技法大全，你觉得能算吗？窦宗表面平静，
内心却是狂喜。我靠，练气赚飞了！算不算我哪知道？我也学过练气，万一你这里的我都会咋办？你不可能都会的。这玉简乃是一名顶尖炼气师莫翠道所写，他的技法如海洋一般深远广阔，他擅长的。你别说了，莫翠道前辈是我老师的朋友，我小时候他还抱过，他的练气技法我都会。这个玉简不算，换一个，上面的内容我都学过。我不信。你为何不信？这玩意我读了5年都没看明白，你凭什么说你学过？这可是十分复杂。我操！什么情况？我操！你不是说他是个废物吗？错了，我说过他是天才，术法上的天才。好了，既然我学过了，那你就得再拿一篇功法出来。这是十分困难的控火咒诀，名为焚天篇。此玉简市面上绝对没有流通过，我不信你学过。看完这个玉简，你必须放我走。窦宗没搭理他，接过玉简就是一顿猛看，看完就丢给山贼。换一个，我学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焚天篇最难的一种气火咒诀。不止莫翠道，所有长老鸦雀无声，他们都和莫翠道探讨过这篇咒诀，明白这技法的困难之处。这小子上次半个时辰才学会吸灵术，感觉是装的啊。与此同时，荒漠之中的山贼沉默半晌，又突然开口：焚天篇你都学过，那我不信你学过克阵之法、入微之术。换一个，我学过。那我不信你学过养炉之法、道养之术。换一个，那我不信你学过容财之法、红炉点血。换一个，那我不信你。莫翠道，你先别不信了，你给我等等。风正广场，周恒见势不妙，连忙叫停。众长老看着莫翠道的神色也变得诡异起来，神色不善。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为何不让我继续？是不是想看我当众丢人现眼？我一定要找到他学不会的技能，证明我的清白。我不信你会塑形之法、为辅神功。呵呵，丢人现眼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干嘛。练气的基础知识，再到实际练气过程所需的养炉、点火、容财、克阵、塑形，你这是在报复他吗？你这是在当众收徒，现在是弟子势力啊！完了，这山贼是逆天宗莫翠道长老吧？在最开始学完控火时，窦宗就有一种不对劲的预感了。看着山贼一个接一个掏出术法后，窦宗已经彻底明白了整件事情。既然都这样，不如再多薅一点，不知道等下会不会掏一本筑基功法出来。就在窦宗心存幻想之时，山贼猛地拔腿就跑，速度极快，气息俨然已远远超过练习性。完了，我教材跑了。下一刻，窦宗已经回到了丰正广场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。窦宗小友，多谢你伸出援手，请在一旁等待，试炼结果稍等片刻后就会公布。是，多谢长老。窦宗，你太厉害了。高兄过奖了。那个，高兄，你刚刚看到了多少？2成道比我出来的快，我们2个基本看完了全程。窦宗出来后，结果很快就出了。此次是淘汰了一个人，此人因被淘汰心存怨恨，下山后不仅杀了山贼，还打算对女子动手，于是被2次淘汰。至于窦宗，则是跟着其他弟子来到了他们的宿舍金桂园，同时领到了弟子令牌。这令牌手感还挺好，不知道能不能套个手机壳，不，令牌壳。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外门修行。功法阁有功法可以兑换，天心阁也有修炼丹药和修炼资源可以兑换，但前提是你们要有贡献点。弟子令牌有许多功能，其中一项功能就是帮你们领取任务，只有完成门派任务才能得到贡献点。另外，每3日会有1次免费授课，都是入门内容。如果有搞不明白的修炼之处，可以来功法阁找我或其他长老。每名弟子有3个时辰的免费论道时间，过了3个时辰就需要交贡献点了。剩下的有什么不懂的，你们就问弟子令牌吧。等你们迈入筑基境界后，参加内门试炼，就有机会进内门了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了。窦宗留下，其他人先回去吧。别人可以通过正常修炼成为筑基，进入内门，但你的情况特殊，所以宗门针对你的情况进行了特殊调整。敢问周长老是什么特殊调整？我知道你资质太差，能够晋升炼气3品都是侥幸，所以我们讨论出2个选择。第一，让你破例
提前进入内门。第二，我们去搜寻能够改变你资质的丹药，帮助你修补资质，再让你依靠自身突破筑基，进入内门。多谢众位长老的关怀，弟子没齿难忘。弟子请问，如果做出这2个选择，需要付出什么？贡献点。鉴于你现在还没有，所以只能欠。前者欠的少一点，后者多一点。从你突破筑基起300年2年清，而且没有利息，你还可以破例在宗门预支贡献点，这是我们给你的优待。多谢诸位长老。关于第2个选择，弟子想知道长老们需要承担什么风险吗？我们会去闯一次诡异，这诡异没什么太大的危险，但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将丹药取回，所以应该会耗上不少时间。周长老，这诡异是？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特定规则的空间，在进入后，只有满足规则才能存活。诡异的规则千奇百怪，陌生的更是凶险，容易暴毙。正因如此，弟子令牌中有规避诡异的方法。既然如此，弟子明日给您答复可以吗？自然可以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想知道，弟子现在该不会还在幻境里吧？当然不是，你已经脱离幻境了。不对，你刚刚进入那个不是幻境，那其实是一个被驯服的诡异。原来那试炼竟是诡异。没错，那诡异能放大进入者内心的欲望，用来考验品格再好不过。我有点事，就不陪你聊天了。有什么问题，你就问你的弟子令牌吧。弟子令牌，算是有器灵吧。器灵？刚学过炼器知识的他知道，器灵只有顶尖法宝才能拥有。没想到这小小令牌竟然也有器灵。不对，周长老说算是有器灵，说明不是真的器灵，看来有猫腻啊。具体的你自己摸索就行。多谢周长老，您先去忙吧。恭喜你成功加入逆天宗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将开启你的成仙之旅。在逆天宗，你能得到的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真有器灵啊！请选择我将扮演的角色和与你相处之时的方式，请慎重选择，3天内不可修改。请注意，没有修为的凡人不可自主选择。不是哥们，你们这个宗门也太诡异了吧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器灵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如先选个平和的师者，不搞那些有的没的。后边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合欢院搞出来的吧？斗宗思索片刻，还是把手缩了回去。我不是想别的，只是好奇，不如看看。选择完毕后，弟子令牌上的光芒缓缓消散，紧接着上面响起了一道声音：好久不见，斗宗，没想到你也加入了逆天宗，呵呵。但你没想到吧，你已经追不上我的境界了。你可真是没用啊！也罢，为了我们有朝一日的巅峰论道，就让我来亲手培养你吧。你可有什么疑问？你也配？你的问题过于复杂，令牌未能明白，请重新提问。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周恒说他只能算是有器灵了。我是想问你，你哪来的资格和底气培养我？我自然有这个资格，斗宗。你不知道我经历的比你多了多少。在你进入逆天宗之前，我已然是逆天宗知识最为渊博的存在了。接下来的10分钟，令牌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如何加入逆天宗，通过试炼得到长老认可，成为修仙界第一天骄的，听得斗宗一阵无语。和我同样资质的你，不该被埋没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小气之人。既然你福缘深厚，能被我栽培，我定会让你明白何为修仙。转人工。话音一落，令牌又沉默了。你的问题过于复杂，令牌未能明白，请重新提问。我和一令牌生什么气？我问你，诡异是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听好了，我们的修仙界有无数小世界，这些小世界就是秘境。最开始，无主的秘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，只有修仙者掌控了秘境，才会对秘境条件进行更改。到某一天，天地巨变，无主秘境变得古怪，有主的也产生了混乱，死伤无数。这就是先天诡异。先天诡异，那是不是还有后天诡异？没错，后天诡异，那是由强者陨落之后生成的。有人猜想是天地异变后，诡异入侵了强者的尸身，最终制造了诡异之地。那驯服诡异是什么？驯服诡异，这还需要问吗？自然就是控制它。你的理解能力真差劲啊！算了，人设自己选的，
下次找个正常的。驯服诡异是一种无法掌控的能力，没有人知道做什么事情才能驯服诡异。不过凡人不会被诡异困扰吗？自己当凡人这么多年，还从未听说过诡异呢。凡人当然会被诡异困扰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太愚昧了！凡人的诡异就是在无修仙者帮助的情况下，他们无法得到修仙之法，必须由活着的修仙者传授功法才能修仙。古时有凡人得奇遇，获得传承，自立为仙，但现如今有凡人经过传承之地，就是一无所获。真的假的？那我怎么可以？斗宗的残缺版练习诀正是某天晚上突然捡到的，当时他还以为自己有了奇遇，但听弟子令牌这么说，斗宗的想法立刻变得有些微妙。凡人身上有凡鬼，就不会再遭受其他诡异的侵扰，直到他们成为修仙者后，凡鬼才会破除，你懂了吗？斗宗没有回应令牌，而是心中不断思索着。按照这样的话，现在的修仙界都不正常了，只有自己的修仙是正常的，怪不得当初去其他宗门面试的时候都被拒绝，他们一定是觉得我说靠奇遇获得炼气诀是在撒谎吧。微微一叹后，斗宗将心中念头压下，打开了面板，将剩余的100点自由技能点全部加在了墨隧道传授的练习相关技能之上。只见面板之上所有和练习有关的技法竟全部合在了一起。这是斗宗仔细检查了一番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可能是等级还不够，看来要收集更多的炼气技法，将天功圆满，才会产生新的变化。如此想着，斗宗出了小屋，径直走向功法阁。想好了。拜见周长老，弟子已经想好了，我决定放弃选择。为何？弟子觉得既然入了逆天宗，那便要试试靠自己的力量走走看。那万一日后你一无所成，我们又不打算帮你了，你该如何？那弟子可能会先懊恼2天再说。我给了你2个选择，你都没选，那既然如此，我给你第3个选择。现在我给你第3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我给你一个任务，完成之后你可以得到一本逆天筑基法，这可是在外门功法阁里最昂贵的筑基功法。斗宗神区就看到了其中内容。周长老，这是给我的奖励吗？除了你之外，哪个外门弟子能接这个任务？本来这个任务我是打算送去内门的，但是鉴于你自身的努力和选择，我决定破例将其交给你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。是，多谢周长老。你需在3天内赶到匠心楼，见到陈星风，否则任务也会失效。匠心楼在落霞宗，距离逆天宗挺远的，你知道要怎么去吗？弟子有些许积蓄，我可以打车。我可以让人送我过去。斗宗曾给修仙人士表演过凡人刀术，那群人交给他一块玉剑和一串手诀，只要输入灵气，打入手诀，就可以叫来一名修士，送他去目的地。斗宗一直将这种交通方式叫做打车，而且让斗宗惊叹的是，这修仙版打车也有新用户免费，他第一次打车的时候1毛钱都没花。你说的是金册祭礼吧？对，所谓祭礼来自祭礼古车，其实就是凡间的打车，所以斗宗还是喜欢叫起金册打车。而周恒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脸上突然露出几分恶趣味的笑容。金册祭礼你用过几次？2次，1次免费。你知道吗？逆天宗有一门专门用于诡异的术法，独步天下，引天下宗门效仿。什么情况？不是在聊打车吗？怎么开始聊诡异了？什么术法？此术名为逆天分魂术，能在自身神魂之外套上另外一层神魂壳子。常人进入诡异后，摸不清其中规则，很容易触犯规则，瞬间暴毙。但若修了此术，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命。只不过缺点就是此术只能用于诡异，无法应对修士追杀。但即便如此，这逆天分魂术也十分强大。只不过真正的逆天分魂术对神魂强度有要求，你还不能修行。我想让你修习简化版的逆天分魂术。简化版？对，你学会此术后，就可以再免费用1次金册祭礼了。不是，合着您突然跳到诡异身上，又跟我说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，最后是为了帮我变成新用户薅羊毛啊？从功法阁出来后，斗宗便开始筹划去匠心楼找陈星风的事情了。他打算先囤一些术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先去找了梁成道，毕竟冒用别人马甲，还是要表达一下歉意的。梁兄，当日之事，着实抱歉。无妨，
我没怪你。多谢程道兄谅解，若是程道兄需要炼器，某可出力相助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回到住处，窦宗抓紧时间练刀，一口气干出了7个技能点才停手。这意味着他随时随地都能成为炼器巅峰。出发之前，先去接个任务，赚点贡献点，至少有1-2门攻击术法在动身。顶着日光，窦宗到了外门弟子接续任务的地点——莲花山莲花亭。你是窦宗吧？我也记得你。师兄师姐上午好，师弟正是窦宗。窦宗师弟你好，我对你印象很深，因为你说你要扬一下，如今内门里大家都唤你杨师弟。莫要开玩笑了，窦宗师弟，你今日前来可是要接取任务？对，我想要接取任务，看看能否去功法阁换取术法。是这样的，对于刚入门、修为比较差的弟子来说，莲花亭是不可以给出太难的任务的，所以你现在能接取的只有跑腿任务。你要选哪个？我选这个，红板就行，谢谢县长。赵家村村口，窦宗面前，一名中年男人正含着笑容，指着窦宗左手边说道：“在窦宗的左手边是一袋袋铜板，右手边则是一块玉简，玉简中有自动医术，只要用灵力催动，就能治愈凡人身上的疾病。”来，给你。谢谢县长。中年男人嘿嘿一笑，放下一大盆红烧肉，转身离开。窦宗则是直接将其收到弟子令牌之中。下一个，在莲花亭，窦宗选择的任务内容是收购辟谷丹材料。所谓辟谷丹材料，其实就是村民们炒的菜，村民们拿菜过来，窦宗给他们钱或者帮他们治病，就这么简单。等处理完这些菜肴后，窦宗便赶回宗门，又接了一个新的任务，同样是跑腿。不少外门弟子心高气昂，一向不爱做这些琐碎任务，觉得耽误修炼。但窦宗无所谓，他一边跑任务，还可以一边练刀，一点不耽误。就这样跑了2天之后，他终于换了一本御雷掌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是时候去将星楼了。说着，窦宗拿出打车御剑。当然，在叫车之前，他还要先学会逆天分魂术，搞一个新用户身份出来，薅一次新用户免费福利。什么情况？周恒长老好像是说给自己的逆天分魂术是简化版的，但是这术法在面板上却没有显示残缺2字，难不成就算功法被删减过，面板也能推导出完整版？念及此处，窦宗顿时眼睛一亮，旋即毫不犹豫，开始给逆天分魂术狠狠加点，加了10点技能点，竟然还没满级。窦宗感应了一下，似乎还不能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分魂，看来学的还不够啊！难怪周长老说正常情况下，炼器弟子学不了这功法。20点都不够满级的吗？这功法等级是有多高啊？虽然逆天分魂术还是没有满级，但窦宗总算能够创造一个小的分魂了。然而在运转之时，窦宗面色微微一变，他感觉自己的意识似乎正在分裂，却并没有任何痛楚，而且速度极快。紧接着他便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好像多了一层防护。怎么感觉自己这分魂和周长老说的不太一样？他发现他分出来的竟然是一整个新的分魂，也有炼器3品的修为。这是第2条命。窦宗研究一会后，还是决定先打车试试看。尊贵的客人，金册祭礼与您出见，您可以无偿使用，希望金册祭礼能给你带来愉悦的体验。成了。片刻之后，天空之上忽而有一道流光飞来，风驰电掣，一名气息浑厚的男子落在窦宗面前。您好，在下金册仙宗罗克，请问您要去哪里？如何称呼？你不是窦宗小友吗？罗克对窦宗的印象很深，他曾用金册飞舟载过窦宗。为了让乘客了解金册仙宗的强大，进行宣传，金册飞舟算是十分豪华。旁人第一次上飞舟，至少都要东张西望，到处摸摸看都是常态。但窦宗并没有，他只问了一句：“能练刀吗？”能。于是他就开始练刀，全程没停，看得罗克又愕然又欣赏，留下深刻印象。你我竟如此有缘，在此地相遇。罗前辈，完犊子了！对方该不会因为认识自己不让白嫖吧？咋回事啊？你金色仙宗一个片区就一个司机啊？等等，你怎么会是第一次使用金色祭礼呢？罗前辈。窦宗尴尬不已，而罗克看一眼远处的逆天宗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面色一沉。你加入了逆天宗是吧？对。
那就难怪了，定然是这逆天宗的人教坏了你，他们就爱用那什么分魂术，命底下的筑基弟子使用金刺祭礼，合着全宗门都这么干啊？罗克不再多说，释放飞筝，带着斗宗触天而起。斗宗照例继续练刀。对了，斗宗小友，你为何不选择加入我宗，反而选择加入逆天宗呢？罗前辈，晚辈实际上资质极差，只是侥幸进入炼气3层，所以金策仙宗的弟子招录处便回绝了我。等等，你既然资质极差，那你现在什么修为？炼气3品，这么长时间，晚辈依旧毫无寸进。这下罗克直接愣住，紧接着脸上涌出几分不可置信。炼气3品是如何能习得逆天分魂术的？苟恒可是跟我说过，这是筑基术法。弟子招录处的那帮饭桶在做什么啊？检测到你对客人咆哮，警告一次。见此情形，斗宗连忙转移话题。对了，罗前辈，您知道落霞城有什么特产是值得我带回宗门的吗？落霞城的核心只有降心楼，所以除了降心楼的法宝，其他的都不必买。对了，你去落霞城做什么？做宗门任务。落霞城的任务该不会是为陈星锋打造一套炼气7法宝吧？您怎么会知道？因为这任务每年都有，许多宗门每年都派弟子过去。陈星锋要的是一套炼气法宝，普通的炼气境炼气师无法完成，我们一般都会派经验丰富的筑基弟子前去。没想到今年居然是你去，哈哈，看来你的炼气天赋定然十分强大。罗克一路上都在想，斗宗为什么会被淘汰掉。2个时辰后，飞舟终于抵达落霞城外。罗克给了斗宗一块传血玉筅后，就架起飞剑，快速赶往下一个接单地。可惜没有5星好评可以点呀。这位公子，请问您是来购买法宝还是参观降心楼？你好，我叫斗宗，是逆天宗弟子，前来参加星风大师的任务。斗宗说完，那人眼底明显划过几分错愕，但马上调整了过来。斗宗公子，接受星风大师考验的人都在23楼等待，我现在送您上去。多谢。到了23楼，斗宗进入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，发现已经有4个人坐在里面了。看来罗前辈说的没错，这任务的确是每年都有，只是为什么呢？呵呵，是哪家宗门今年这么没落，连炼气3品也来参加了吗？在座的可都是筑基，你觉得你也配？嘲讽我？寻仙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遇到嘲讽自己吧。看来今天就是我当场的突破，人前险胜，满座皆惊，全场死寂的日子。正当斗宗脑子里差不多播完一部沙雕动画时，旁边蓝袍男子突然捂住了他的嘴。我让你闭嘴。抱歉，道友，这是我弟弟，我们刚从诡异回来，我弟弟被诡异侵蚀了脑子，现在他已经算是半个傻子了。本来我给他下了禁言符箓，但恰好失效了，实在抱歉。说罢，他还递上一枚闪闪发光的灵石。已经打开面板的斗宗一阵无语。不是打断我施法是吧？斗宗不动声色将灵石推至自己手中，默默关闭面板。这位道友，在下逆天宗斗宗，可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？当斗宗提起他来自逆天宗的时候，另外的一男一女立即抬头，诧异的看了斗宗一眼。蓝袍男子也愣了愣，原来斗宗兄来自逆天宗，在下蒋文，那个是我弟弟蒋武，我们来自明台剑宗，多谢斗宗兄好意。不过我这傻弟弟过一会就可以恢复正常，就不必让斗宗兄多费心思了。好，斗宗应了一句，直接选了个位置坐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道激动的童声：“哎，你不是练刀的大哥哥吗？”西元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门口2人，一个是身着锦服的中年男子，另一个则是一名小男孩。斗宗曾到大宗门表演过凡人刀术，这个出身自灵溪仙宗的10岁小男孩看过之后，兴奋地围着斗宗要拜师，觉得太酷了。斗宗当时看他一身炼气8品的修为，当即回绝了。没想到今天再次遇见。至于那中年人，名为杨航明，斗宗不知道对方有多强大，但斗宗对他印象很好，因为他对斗宗的刀法大为赞赏，还给了他一笔灵石。大哥哥，你别说了，我爹让我来练气。斗宗正要说话，却只见其余4人齐齐起身，拜见金云长老。斗宗最后去哪个宗门了？可有来灵溪看看？杨航明熟人的口吻，让其余几人的面色顿时变得微妙起来。在金色仙宗的大慈神宫内，有一份宗门排行榜，各大宗门都赫然在列，就连金色仙宗自己也在。
这些排名经常浮动，但灵犀仙宗始终稳居前三，而西家则是灵犀仙宗内举足轻重的大家族。西元的父亲便是宗门掌权者之一，杨航明能成为西元的护道者，他的地位和实力可想而知。此时，众人不由得开始猜测斗宗的身份来历。多谢杨前辈关心，晚辈有去灵犀仙宗，只不过天资有缺，无法进入，实乃遗憾。如今晚辈已是逆天宗弟子。你竟去了逆天宗？那这么说来，此次试炼是逆天宗让你来的？是的，宗内长老让我来见识一下各大仙宗天骄的炼器手法，说任务不重要，长点见识更重要。大哥哥，他们真没眼光，要不要我跟我爹爹说一声？有人现在连炼器3品都没有，也能待在灵犀，我觉得大哥哥你也可以。西元，没关系，大哥哥已经加入逆天宗了，但我们还是好朋友，以后有空了再去找你玩。好吧，不过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逆天宗找你玩了？逆天宗这地方适合小孩子来吗？也可以吧。斗宗刚想答应，杨航明却神色一变，立马开口：小元官，大哥哥自己要修炼，很辛苦，你不要打扰他了，你好好修炼，待你突破筑基，庆祝之日再将大哥哥邀请过来做客就行。什么情况？逆天宗是很可怕吗？好吧，大哥哥，我们等一下要一起练气吗？应该是吧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没说话的蒋武猛地站了出来。一起练气，你一个小屁孩也敢来参加这场考验？你知不知道这里全是筑基？你以为你也会？不是，哥们，你这么勇的吗？邢明长老，舍弟并非不知死活，有意冒犯，他只是……无妨，我进来的时候就觉得他不对劲了。你们这是去了阴德宗吧？阴德宗，这是那个诡异的名字吗？对，被巨鬼入体了，没什么大碍。从阴德宗出来之后，你弟弟发作了几次？巨鬼，这又是什么？6次。那差不多了。小袁，这便是我之前给你提过的巨鬼入体的母药，害怕、恐惧会影响他们的行为。这家伙这么勇，还害怕恐惧啊？杨航明仿佛看穿了斗宗的想法，微微一笑。巨鬼入体，心内会充满恐惧，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方式，才能宣泄心中恐惧，提高底气。就像有人走夜路喜欢大声说话一样，是为了壮胆。原来如此。邢明，你竟然亲自来了，这么想要我老头子的奖励吗？众人扭头望去，只见一名老者缓缓上前，此人正是匠心楼楼主陈兴风，往年接待众人进行任务的只是管事而已，而今年杨航明和西元来了，陈兴风才亲自出面拜见兴风大师。兴风大师说笑了，家主说能不能得到兴风大师丰厚的奖励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让小袁有机会学习学习，长长见识。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呢？那既然如此，人已到齐，便走吧。很快，众人便到了另一个房间，炼器室，其中陈列着5个炼器炉，正是给他们5人用的。至于蒋武，因被巨鬼入体，只能留在外面。斗宗也终于知道了那一男一女的名字，男的来自金色仙宗，名为梁书友；女的来自玄寂仙宗，名为金月。本以为金色仙宗的人都是一副土豪金的模样，没想到这梁书友倒是例外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便说说规矩。这次你们练气的时候，我会进行随机讲解，你们需要集中精神，无论我在讲谁，你们都不要被扰乱心神。本次练气总时长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里，每个人有3次机会，要是都失败了，那就只能离开；若是成功了，想要留下或是出去都可以，明白了吗？兴风大师，明白了。陈兴风亲自指点，看来是捡到大师课了。既然如此，各自拿起炼气炉旁边的玉简，按图纸来练一整套法宝。是。伴随着众人开始练习，练习室内的热浪立刻涌动起来。斗宗也赶紧动手，然而他的面板却突然跳了出来。这什么情况？斗宗发现，在炼气室的热浪烘烤下，他面板上的技能点正在上涨，正是那天宫残缺。我这技能不是封顶了吗？怎么还能上涨？不是哥们，你是挂也不能这么开吧？正在斗宗震惊之际，其余几人都在十分熟练的给炼气炉点火，火焰迸发，威力却都没有很强，仅有炼气7品。至于为什么是炼气7品，因为西元的修为是炼气8品，他们都担心火太大给袁绍带来不好的体验，
至于炼气3品的窦松，他们则是没太在意。但当他们发现窦松动都没动的时候，还是不由得心生疑惑。他们不知道，此时的窦松完全不敢动，他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面板的诡异增长，他害怕自己一动就破坏了这个过程。万一是面板出 bug 了，乱动再让系统发现，这可不行。反正还有6个时辰，足够练出一整套法宝了。技能点变回100的瞬间，窦松感觉天都塌了，但很快他就发现，原来减少的25点都变成了自由技能点，并且接下来增长的技能点都自动被洗了下去。眨眼间，自由技能点已经来到了37点。窦宗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动手吗？新风大师，我在思考应该如何动手比较完美。呵呵，别想太多了，完美，你再怎么样也不过是墨翠道教的，能完美到哪里去？老登开嘲讽，你也被巨鬼入脑了吗？新风大师说的对，晚辈愚钝，方才发觉无法尽善尽美，弟子现在就立刻动手，多谢大师讲解。你先停一停，这里我给你讲一讲。此言一出，其他3人都竖起耳朵，动作暂停。而也是在这一刻，窦松面板上的数字戛然而止。我好像知道上涨的原因是什么了。星风大师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没做错什么，只是你可以做得更好。气火要注重的是五行相性的调和，而你木性过重。紧接着，陈星锋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练习的要点，在场众人都听得十分认真，除了窦松。他们停下，技能点也停住了。莫非真是因为其他人练气才上涨的？窦松思索片刻，打算在陈星锋讲解结束后立刻点火。他要验证一下自己练习能不能让技能点上涨。这家伙什么意思？新风大师刚说完你就动手啊，太没礼貌了。陈星锋也有几分诧异，不明白窦松这是要干什么。然而当灵火燃起的那一刻，众人皆是面色一变。完美配比的灵火不是哥们，你刚刚说你要完美是认真的？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窦松却是露出一丝不满神色。自己明明同样点燃了气火，技能点却没有变火，看来还是得让其他人练气试试。不是，咋都不动啊？见其余几人没有动作，窦松只能继续。他把一块铁矿石丢入其中，操纵灵气，手中打出一串串灵穴。一旁沉默不语的陈星锋看了2眼窦松的手法后，对着不远处的杨航明传音，让西元跟着窦宗学，他的做法是最对的，也是最适合炼气期的炼气师学习的手法。陈星锋之所以没有开口说话，是怕破坏窦松的炼气进程。而杨航明旋即给西元传音，西元眼睛一亮，我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光是这一手气火，我就已然明白莫翠道为何要让他过来了。他是来跟我炫耀的，这个混蛋。此子质朴纯粹，他恐怕没少在炼气技法上下功夫。这小子，你们灵犀仙宗为什么不招他？他怎么去了逆天宗？你们真是……哎，算了，我都懒得说你们啊，关我什么事？不过此子与我想的一样，果真不凡啊！你别在那点头了，就你那炼气基本功，赶紧跟他学学吧。我尼玛！在2人悄悄传音之际，金月和梁书友的面色已经发灰了。你这样让我们还怎么练啊？一旁的蒋文没想这么多，而是聚精会神的偷学窦宗的练气技巧。窦宗这手法看上去朴实无华，但却十分精妙，难怪修仙界传言能被逆天宗放出来的人都绝非善类。这窦宗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。看我干嘛？你们倒是练气啊！窦宗本来想让其他人练起来验证一下面板的规则，没想到大家都停下了。于是窦宗找准时机，缓缓中断了练习进程，开始中场休息。其余几人见此情形，也便继续开始练习。窦宗的技能点又开始涨了。窦宗，新风大师，怎么了？你挑的时机不错，练气这方面，很多人知道怎么开始，但不知道怎么暂停。若是时机不当，容易被气火以及符文反震。他们3个刚刚就是这样，只是靠着修为抵挡，才平安无事。不过时间长了，就会有暗伤。但你做得很好，你的基本功的确很扎实。多谢新风大师夸奖，晚辈也只是误打误撞而已。匠心楼有一个专门用于存放我炼气心得的地方，名为气心阁。你想进去看看吗？这话一出，其他3人霎时间流露出了羡慕嫉妒的神色。窦宗的眼睛也是一下子亮了起来。
无功不受禄，晚辈平白受此大礼，实在无。这小子倒是谨慎。你想尽弃心阁，很简单，只要当着我的面骂莫翠道一顿就行。放心，莫翠道不会知道这件事的。他们是师兄弟，谁也看不惯谁，不必担心他们二人的关系。我看这陈新风和莫翠道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。新风大师，这件事就算了吧，我这一身技艺都是莫长老指点的。行。陈新风淡淡的回了一句，窦宗便立刻开始了休息。没过多久，他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面板上的自由属性点已经停留在了107点，不再增加。原本是7点，增加了100点吧。看来这次降星楼还真是来对了。略微收敛兴奋之情，窦宗起身进入平台，仅用半个时辰便把所有材料都融完了，之后便要进行克阵。你能不能别这么流畅啊，大哥，到底你是炼气3品还是我是炼气3品？一旁的杨航明看得十分畅快，对于窦宗的表现他十分高兴。然而当他看向陈星风的时候，面色骤然一变，因为他发现陈星风的面色像见了鬼一样。莫翠道的逆天晚意，这小子全会了，这真是炼气修士能学的，难道真是我错了？陈星风和莫翠道是同一个师傅，学的东西都一样，而他们的矛盾则是来源于他们的路线不同。在莫翠道看来，想要走得远，就要把基础打好。然而莫翠道所谓的基础却过于逆天，他要求炼气兵炼气师修炼气灵之门，这种符文通常只有催化气灵的法宝才会需要，但是这岂是炼气境可以掌握的东西？但莫翠道却还要坚持。正因如此，陈星风才会唾骂他。但现在窦宗就在陈星风的面前绘制出了气灵之门，他感觉自己要长脑子了。话说窦宗为啥要给这套法宝加气灵之纹啊？设计图里明明没有。这莫不是在给莫翠道出气？事实上是陈星风误会窦宗了，他其实是在讨好陈星风。为了稳稳拿到那逆天筑基法，我这个低调严肃、稳重踏实的传统修士也不得不装一次逼了。半日过去，所有人都已练好，除了西元，其他3人的完成度都很高，算得上精品之作。看得杨航明连连点头。接着陈星风便开始正式验收。失败。是，多谢星风大师。失败。多谢星风大师指点。我讲的东西你倒是学得挺快，这气火控制的挺好。嘿嘿。但你也失败啊！多谢星风大师。失败。是，多谢星风大师。最后陈星风直接走到窦宗面前，没看法宝，而是盯着窦宗。其他人也纷纷将视线投了过来。你觉得你会成功吗？晚辈是抱着想要成功的念头去努力的。说得不错，但很可惜，你失败了。话音一落，众人面色巨变。窦宗也不行，你这任务到底能不能成功的？周长老不是说这任务简单吗？可为何会这样？想知道理由吗？那等下我和你单独聊聊。众人回到待客厅后，陈星风继续开口：感谢各位远道而来，此次任务虽无人成功，但陈某照价收购诸位的法宝。最终炼气3人组的法宝，陈星风出了200灵师，西元的法宝杨航明没有卖，选择自己留着。至于窦宗的法宝，陈星风出了2500颗灵石买下。交易结束后，窦宗和陈星风单独回到了炼气室。你之所以会失败，是因为这个任务本就不可能成功。这是为何？我给你们的图纸是我妻子成功炼出来的第一套炼气法宝，也是她最骄傲的法宝。我希望有人可以炼出一套与她一模一样的法宝。她在那套法宝上犯过不少错，还因为材料的问题，有符文呈现焦黑之貌，而这些我都希望可以复刻。我希望有人能够和她一样稚嫩，一样犯错，但你们都太优秀了，不至于犯那么多低级错误，而这就是没有人可以成功的原因。听闻此言，窦宗心里有些淡淡的悲伤。难怪星风大师怕是要找到相同的法宝，借此纪念自己的妻子吧。可您为什么不直接找一些水平较差的炼气师来试试？要是这么做的话，很快就会传到我妻子的耳朵里了，我承受不了这个代价。您的妻子她能知道这个消息吗？当然能，她又没死。当初我不小心把她的法宝当垃圾毁了，事后才意识到不对，但为时已晚。现在我正尝试自救，
目前我的这个任务还没引起他的注意，但我若是像你说的一样发布那种任务，他一定会发现的，到时候我就惨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明白是明白了，可是您为何不尽早认错呢？这样说不定能更有弥补的空间呢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但他看到我发布任务后，以为我是在纪念与他当年的感情，他开心极了。好家伙，原来不是硬撑，而是没招了。我向你解释，只是希望你明白，你的炼气术的确十分强悍，不必因我的否定而失落。星风大师，晚辈明白您的难处，我不会失落的。不过我带你来此，是还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是逆天宗内门弟子吗？还不是，我的修为不够。既然如此，你可愿意离开逆天宗？与陈清风聊了一会后，斗宗大受震撼。斗宗没有选择离开逆天宗，但却从陈清风口中听闻了许多关于逆天宗的事情。他这才知道，外界都称逆天宗为邪修宗门，以使用非正统修炼方式修炼的宗门，其中包括剑走偏锋、引浊气入体筑基、踏出无上巅峰之路的修士，靠吸烟火气成为炼气境，丹田里能走出一群小人的修士，甚至还有靠吸无浪气筑基的修士，其中吸烟火气的甚至是逆天宗祖师。合着只要是气就都能吸呗。对了，我还要给你一个任务完成的印记，你才能得到逆天宗给你的任务奖励。谢星风大师。斗宗离开炼气室后，又去其他炼气室逛了逛，观摩其他炼气室的手法。可惜天宫残缺的技能点不再上涨了，于是他直接在匠心楼要了一间静室。回逆天宗之前，先把这逆天筑基法学了再说。刚刚陈星风给了任务印记后，斗宗发现逆天筑基法后面的内容就自动解锁了。终于，现在自己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成为筑基修士了。不过，还是要先将修为提升至炼气巅峰才行。就在斗宗突破炼气巅峰之时，只见逆天筑基法下面突然多了一串小字。出现的4个选项中，只有第3个选择是亮着的，意味着其他的都不可选。不是，第2个和第4个选不了，我能理解，但是第1个怎么也不让选。残缺的灵根不是灵根吗？稍稍吐槽一番后，斗宗陷入思考。等等，那蒋文和蒋武去的阴德宗是不是也是一个诡异？他们2个看起来像是失败了，但却没死，说明这阴德宗的风险应该没那么大。等下去问问。就在斗宗打算离开静室之时，却猛地发现了身体的异样。这分魂好像有点不对劲，我们修为提升到了炼气巅峰，周长老给的逆天分魂术创造的分魂好像是无法提升修为的吧？看来又是面板搞出来的。如此想着，斗宗离开静室，却发现门口站着2个人。2位前辈，怎么了？炼气巅峰。坏了，挂忘关了。在静室内可以掩盖气息，可出来时，斗宗却被逆天分魂术转移了注意力，忘了洗点。静室里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吗？你干什么了？你不是说你灵根不行吗？2位前辈，晚辈认为，虽然晚辈的灵根可能不太行，但晚辈炼气境界突破的速度快点，其实也正常。毕竟在晚辈看来，晚辈的炼气天赋好，就等于炼气天赋好。而晚辈这2日在炼气上得到星风大师的指点，水平突飞猛进。正因如此，晚辈炼气境界突然突破，也合情合理。大表，是不是有点道理？斗宗这一番话下来，2人都陷入了沉思。他们都知道逆天宗那帮神人的特殊之处，如今斗宗已经有这个苗头了。斗宗是不是真的坚信炼气天赋和炼气天赋是一样的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便不难理解了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新的问题就诞生了。斗宗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是的。你如果这么认为，那以后怎么办？炼气天赋好等于炼气天赋好，可以理解。可筑基天赋和金丹天赋呢？这原来是可以理解的。逆天宗到底传播了什么思想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比方说，我哪一天认为筑基其实等于筑基，这就是炼气师的看家本领了，对吧？还有金丹，金丹里有金，也是炼气师经常接触的东西。把金变成丹，我就金丹了，对吧？看看。说完之后，斗宗自己都没绷住，笑了2声。然而杨航明和陈星风却开始认真思考了起来。倒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按你们宗门的说法，你自己相信就好了。可如果你不能坚信的话，还是尽早退出逆天宗吧。
对了，二位前辈找晚辈有什么事？我和小袁要回去了，临别前送你一个礼物。杨航明将玉瓶拿出之时，窦松感觉一股生生不息之感奔涌而来，浑身畅通，后有一惊。五行精华，对，五行精华，这是先天筑基法里能选到的最上乘的几样东西了。闻言，窦松终于反应过来这是什么。逆天筑基法中介绍，五行精华是先天筑基法最通用的宝贝，既能弥补五行之力，又能带动体内灵气形成循环。刑明前辈，此物如此贵重，我不能要。贵重？你错了，此物虽然贵重，但对灵犀仙宗来说并不算什么。小袁刚出生的时候就用它洗过一次澡。那既然如此，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杨航明留下五行精华后就离开了。窦松的面板上逆天筑基法也产生了变化，原本灰暗的第二个选项在得到五行精华后产生了变化。窦松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却大为震动。我去，竟然直接可以天道筑基了！你打算用它给你的五行精华筑基吗？星风大师，晚辈，我还不确定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若是不能坚定地认为筑基是筑基的话，你还是趁早拿五行精华算了。好的，多谢星风大师。窦宗兄，你……蒋文看着窦松，满脸骇然。一旁的蒋武也是同样的神色。窦松刚出匠心楼，便遇到了这兄弟俩，正打算问一下阴德宗的事情，谁知还没开口，二人就像见了鬼一样。文兄、武兄，你这修为……出了点意外，偶然突破。这得多偶啊！对了，二位，我想打听打听关于阴德宗的消息。窦宗兄，虽然阴德宗我未能闯过，但我恰好了解一些，不如我们寻个客栈，与你细细说来。那就麻烦了。不知窦宗兄对阴德宗了解多少？基本不了解。在乌河山脉里，原本是一处狂兽秘境，但这2年被诡异入侵，秘境变成了一个宗门，名为阴德宗。进入之后，就会面临第一关，拜入阴德宗。拜入阴德宗，弟子试炼吗？在你进入阴德宗时，有3种身份。第一种就是前来拜入宗门的弟子，可以直接参加弟子试炼，但在弟子试炼失败后，阴德宗的诡异就会让你离开，同时你的身份也会变成宾客。宾客想要参加收徒大典，就要留下贺礼，留下贺礼后，阴德宗就不会再管你。但若不留贺礼，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份就是妄图破坏收徒大典的狂徒。在阴德宗，狂徒必须死。正因如此，窦宗兄，如果试炼失败，切记将贺礼交出，不要妄图拖延时间。那这贺礼有什么标准吗？贺礼其实就是买命钱，你认为你的命值多少，你就要给多少。那我要是认为我的命只价值1枚灵石呢？这种情况，我听说有修士曾经这么干过，他拿出1块灵石作为贺礼，但诡异看过之后，直接将灵石退还给他，并再取出1块灵石交到他的手上，随后直接将其击杀。这是直接买命吗？是的，所以窦宗兄切勿送出太廉价的贺礼。谢谢提醒。当时我们兄弟2人失败后，我交出了师傅送我的飞剑，此物价值不算特别高，但是难以复制，所以他没杀我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给了我惩罚，我被恶鬼入侵，大伤了几夜才好转。我弟弟也一样，只不过他是被巨鬼入侵。那这么看来，你们的情况算是好的了。话说，有没有一进去就直接是宾客身份的？有，金丹以上修为之人进入就会自动成为宾客。原来如此。不过阴德宗的奖励的确丰厚，有一个玄界仙宗的人成功拜入阴德宗，从筑基初期直接突破到了筑基巅峰，还获得了一件强大的法宝。那人还仅仅成为了阴德宗的外门弟子而已。那他是如何通过试炼的？又是怎么离开阴德宗的？他没说是怎么通过试炼的，但想要离开很简单，只要退出宗门就可以了，但永远不能回来。二人聊了一会后，便各自回宗。窦宗运转逆天分魂术，拿出打车玉简，开始打车。写了点之后，逆天分魂术重置，我又变新用户了。老罗，书友回来了。这次他还见到星风大师了，可把他乐坏了。对了，老李，书友可有见到一个叫窦宗的人？我正打算说这件事情，书友之所以这么快赶回来，就是要跟我说这窦宗。怎么，你也认识他？他用过金色祭礼，
当时是我去接的他。哎呦，你可真没眼光，都和他接触过了，难道就没看出来他天赋很不错吗？是指啦，老罗。老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你说说，书友都和你说什么了？接下来，李固对罗克一一讲述起了匠心楼发生的事情。李固越说，罗克的眼神就越空洞。老罗，你还在吗？我没事，你继续说。那要不咱们让袁天红去逆天宗接触一下这位斗宗小友？真不知道这老罗今天受什么刺激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一道身影突然出现，一白袍青年走入房内，看见二人不由一愣。老李、老罗，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？聊一个逆天宗准备崛起的炼气师，他天赋很好。哦，说来也巧，我刚刚也正好送了个逆天宗的小孩回去，那小孩还挺有意思的，坐在非洲上，也不修炼，就练刀，还是凡人刀术。你别说，动作还挺流畅的。白袍青年没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，继续说道：我就问那个小孩，说你都炼气巅峰了，不揣摩一下筑基功法，隔着浪费时间练刀干嘛？他说：等会，你说什么？炼气巅峰？你确定他是炼气巅峰？确定啊，这还能有假？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斗宗，斗宗的斗，斗宗的宗。怎么这么吵？斗宗回到宗门，想找周恒汇报任务，却发现功法阁里闹哄哄的。突然，一名老者走了出来。斗宗祖师回来了啊！弟子斗宗拜见长老。这长老可能是修习了什么，背着逆天之道，才叫自己祖师的吧？在逆天宗倒也正常。斗宗祖师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叫程竹山，你叫我老程就行。程长老，您为什么要叫我祖师呢？可是有什么玄机？斗宗祖师误会了，这没什么玄机，也和我的逆天之道毫无关系。按照宗规，你如今的确是逆天宗的祖师了。我？对。就在这时，一大群长老从功法阁里出来，为首的正是周恒。斗宗祖师，看来这次落霞城之行，你收获颇丰啊！拜见各位长老，能否告诉弟子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陈兴风已经把消息传回来了。你在落霞城的表现，说明你已经初步掌握了自身的逆天之道。在我们宗门，只要领悟了逆天之道，就是修为强大。达者为先，既然已经在逆天之道有所建树，那自然要尊称为祖师。恭喜斗宗祖师！斗宗一脸懵逼之际，周恒取出一块玉牌，玉牌顶部写着祖师，而中间则是写着斗宗二字。这是祖师令牌，你先拿好。谢谢周长老。祖师令牌对你领悟逆天之道有很大帮助，它和弟子令牌一样，都有气灵。和弟子令牌一样吗？不错。那看来这令牌应该是没啥用的。在无人在意的角落，斗宗已经把弟子令牌的气灵搞成沉默寡言的宿敌了。这祖师令牌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但让斗宗没想到的是，当他握住令牌，令牌骤然一震。什么情况？怎么盯个没完？一旁众位长老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斗宗，脸上露出几分羡慕之色。只有拥有逆天之道的人才会在握住令牌时产生变化。他们都曾尝试过逆天修仙法，但都失败了，最终不得不走上传统修仙的道路，导致拿到祖师令牌也没用。焉能不羡慕斗宗？出现新技能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而且为什么不能加点？多谢各位长老。如今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，当然炼气境只是你逆天之路的一小步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逆天宗会给你支持的。是，周长老，弟子一定会的。不过有一件遗憾的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祖师只是证明你实力强大，不代表你在宗门的权限，所以你现在依然算是外门弟子，带入内门的流程还是要完成。好吧。得到祖师令后，斗宗立刻返回了金桂园，开始筹谋进入阴德宗的准备。不知我若是进入之前将所有技能点都洗掉，买命环节会不会便宜一点？思索片刻后，斗宗打算先干一点技能点，有备无患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浑厚的声音自门外响起：“斗宗师弟，等等！斗宗师弟，等等！请问这位师兄有何事找我？”斗宗师弟，抱歉，吾乃妙丹房严寒，唐突师弟非我所愿，
只是家师想邀请师弟前去妙丹房一聚，不知师弟可有空？听闻妙丹房三字，窦宗心头一动，这正是逆天宗的丹药供应商。妙丹房房主孔涉，炼丹技艺极强。严师兄，不知何时要去？严师侄，你师傅现在正在炼丹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拜见莫长老，家师现在正在休息，没有炼丹。哦，休息，怎么会有空见我的爱徒呢？莫长老，我只是负责将家师的话带到而已。窦宗师弟，若是您有空的话，还请在1个时辰后前往妙丹房，家师会等候你的到来。莫长老，请问您来找弟子有什么事？我来此地，第一是为了向你道谢。谢我？为什么？谢你替我在陈星锋面前出了口气，而且因为你的出现，我们师兄弟2人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。想来我师父泉下有知，也会欣慰了。这另外嘛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原本想收你为徒，但你此时已然成为逆天宗祖师，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你我便不能再有师徒之实，否则就是阻挡你的逆天之道了。方才那爱徒之称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，玩笑之言罢了。未来你若是需要炼器技法，尽管来祝海峰找我，我定倾囊相授。多谢莫长老，未来若有事需晚辈处理，还请尽管开口。哈哈，好，那么既然如此，你我无师徒关系，你就可以尽管去找陈星锋，说你学的不是我的炼器之道，然后让他把匠心楼的炼器技法统统交出来，到时候也分我看看。我去，原来还有这层算计啊！莫随道说完事情后，很快就走了。窦宗也快马加鞭，赶往了内门的妙丹房。俊子，这真的是妙丹坊吗？怀着一些疑惑，窦宗走入了妙丹房。表明来意后，一名小厮将他带到了本社炼丹室。窦宗祖师，拜见孔长老，祖师不敢当，还请长老叫我窦宗即可。窦宗祖师客气了，今日请祖师过来，主要是想看看能否帮窦宗祖师找到突破金丹的方法。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啊，突破金丹？可我都还没筑基。我听周长老说，窦宗祖师你已经找到了筑基方向，以炼气之法入手，以筑基之法成就道基，以祖师的炼气天赋，此事应当不难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直接跳过筑基，来着手参悟金丹之境了。来，窦宗祖师，你先请坐。说罢，窦宗听到角落里传来一阵嘎吱声，窦宗一回头，发现一张椅子卡了出来。我操！什么鬼东西？你确定这里是正经炼药房吗？窦宗祖师不必惊慌，我先说一下，这跟我们妙丹房无关，这是莫长老弟子的作品，名为迎客椅，不过略有失败，但无伤大雅，你尽管放心做吧。好的，孔长老。窦宗祖师，我想问你，你对炼丹了解多少？孔长老，弟子对炼丹一无所知。好，我听周长老说，你对金丹的理解是以金矿铸就丹状法宝，但实际上，我觉得炼丹可能会更加贴合你的逆天之道。你若是具有金天炼丹天赋，可以直接在丹田里炼出一颗金丹来，不知你怎么想呢？若是你愿意了解炼丹，我现在就将技法拿出来。孔长老，弟子愿意学习炼丹之术，还请孔长老指点。那就好。说罢，孔涉便开始翻找起来。旋即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回头问道：对了，窦宗祖师，你需要山贼和少女吗？孔长老，弟子为什么要这个？我知道宗内有些人需要在特定场景才能复现那惊人的学习能力，如果你需要，我现在就让他们出场。谢谢孔长老关心，不过我不用，有您在就够了。行。孔涉翻了半天玉简，终于将玉简全部找齐。你拿好。孔长老，这些都是什么？一部分是炼丹技巧，一部分是炼丹心得。我会在我的每一个弟子炼丹境界突破筑基的时候，留下他们对炼气境炼丹的心得。我通过整合这些感悟，了解炼气境炼丹师的通病，从而想出不少办法解决。原来是错题集啊！整合他们的炼丹心得后，我就将他们的玉简封藏了起来。这里有不少人的玉简流传出去后，足以让我在炼丹教育界身败名裂，所以我寻找他们和破除上面的封印，花了不少时间。好家伙，原来不是错题集，而是粪作啊！我就知道
斗宗祖师绝非常人啊！我从小被看出他乃是残缺灵根之时，就意识到他不可能是庸才，所以我迅速选择留下他。果不其然，短短时间，他已然成为逆天宗祖师。这都是我的功劳，幸亏我让他去找陈星风，才让他挖掘出了自己的逆天之道。对了，你觉得斗宗祖师有和炼气天赋一样强大的炼丹天赋吗？这个自然有，他的天赋不仅在炼气，还在术法，而且他还能从祖师令上得到感悟。这种情况下，学会炼丹只是早晚的事情。照这么看来，斗宗祖师学会炼丹技法耗费的时间，只怕跟你此刻飞去金桂园所耗费的时间一样。没那么慢。此时的妙丹房内，斗宗正在疯狂练刀，一旁的孔社沉默不语。在看完预显后，斗宗的面板上多出了很多炼丹相关的新技能。他和孔社说，练刀能夯实他的逆天之心，而实际上是斗宗发现面板上新增的10个技能，他用100技能点就直接全部拉满了。和练习一样，这些技能合并为了一个新的技能。斗宗知道，他刷技能点的机会到了。上次在匠心楼，应该就是因为旁边有人炼气技能点才上涨。同理，周围有人炼丹，应该也能白嫖技能点。然而过了许久，面板上的自由技能点却没有任何变化。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？还是说必须要进到别人的炼丹房里，站在旁边才行？孔长老，弟子已经将刚刚的炼丹术看得差不多了。不过我看这妙丹坊里有不少人在炼丹，我想看看其他人炼丹，不知方不方便？不方便。那好吧，抱歉，是弟子唐突了。毕竟是人家的隐秘，不能看也正常。不是我不给你看，是因为此刻妙丹房里无人在炼丹。可这不是有人在炼吗？还有丹香和火炉的声音。这些都是假的，只是我安置的假声音和假香味而已，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。何意味？这是一种揽客手段。逆天宗的妙丹坊在修仙界是很出名的，宗外也有不少城中开设妙丹坊。为了揽客，我们就想出了这种办法，能给进入妙丹坊的人营造一种假象。炼丹师们都很忙，而且很用功，丹香混杂丹焦味，还能增加真实度。但实际上，炼丹哪有可能天天这样的？停一阵，骂一阵，然后发呆一阵，最后看时间不够了，赶紧炼丹，然后炸炉，接着从头再来才是真实的情况。哈哈，炸炉是开玩笑的。不过此法之所以会出现，是因为我发现丹药炼制过于强大时，会招来诡异雷劫，所以我就参考逆天分魂术，制造虚假的丹香，欺骗雷劫和诡异，让他们分不出哪一炉才是真丹药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保全。那您成功了吗？如果成功了，此法就不会是揽客手段了。那很遗憾了。斗宗祖师，你既然想看旁人炼丹，不如我炼丹给你看如何？那就麻烦孔长老了。既然你刚刚学的都是炼气炼丹术，那我便只用炼气机的技法，让你看个明白。孔氏的炼丹手法行云流水，炉火纯青，令斗宗叹为观止。在斗宗全神贯注地看着孔氏炼丹之时，面板上的自由技能点很快就涨到了100点。补气丹，战斗时候用，你拿走吧。多谢孔长老。不愧是孔长老，这补气丹分丹的最高水准不过14粒，孔长老竟然做到了24粒，太强大了。你要自己动手吗？好啊，还要劳烦孔长老您指点1、2。没问题。说罢，斗宗迅速开始炼丹，手法比孔社还要沉稳老练，看得孔社啧啧称奇。这斗宗祖师之前真没学过炼丹吗？丹成分丹环节，斗宗特意将丹药分成了23粒，少孔长老1粒。这样不会盖过孔长老的风头，又能体现自己的天赋。孔长老，弟子搞定了。当孔社看见那23粒丹药时，脸上表情一僵，陷入了沉默之中。你这是怎么分出来的？我这是学您的呀。学我什么？我有24粒，是因为我刚才开鼎收丹的时候，迅速偷放了10粒补气丹，我这是要送给你的。你看一看，不就知道那品质和出炉时间不一样了吗？我自己才分了14粒。完了，挂开大了。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不小心的。那你觉得，若是你全力分丹，能够分出几颗？我刚刚就是全力。你这一点也不像啊！斗宗祖师，你筑基的时候再来一趟吧，我把筑基炼丹法整理一下再交给你。好，
麻烦孔长老了。回到金桂园，窦宗开始思索阴德宗一行需要准备的东西。目前虽然已经有5行精华，按照面板提示来看，天道筑基是没什么问题，但多个选择总是没错的。5行精华虽好，但这毕竟是传统修仙的路子，还是逆天筑基更适合自己。定下心来，窦宗开始练刀。你先别练了，你停一停吧，我求你了。周恒望着默不作声，只顾炼丹的孔舍忍不住开口。荀藏站在一边，也不敢吭声，只敢拿玉剑偷偷录制孔舍有些疯魔的模样。原本二人打算来打听一下窦宗的学习情况，没想到孔舍却是在一列接着一列的炼丹，而且还是给练习修士使用的补气丹。老孔，冷静一下，你脑子进诡异了吗？我的情况比进诡异严重多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多少？23里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在这里炼丹，就是想看看能否再现他当时的情况，但我完全无法做到。斗宗祖师正在创造新的历史，周恒，你要好好注意了。注意什么？注意学，你炼丹太垃圾了。我尼玛！窦宗这边练了大半天刀后，他打算去天心阁一趟，那里是存放修炼资源和法宝的地方。窦宗打算看看能不能搞点买命钱。窦宗祖师，天心阁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窦宗的眼帘，正是当日主持弟子试炼的管严长老。管长老，您今日怎么有空来这里？其实我天天都在这，所以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窦宗祖师，你今日来天心阁所为何事？弟子想换些天材地宝，最好能跟我本身的价值等同。你这是要去那里对吗？对，就是那里。根据其他人的情况来看，阴德宗应会以寻常炼器巅峰的价格为你的命定价。不过你体质特殊，想来会让你的命价提高不少。我资质这么差，还涨价？正是因为你资质差还能炼器巅峰，才证明你本身很不凡，有不屈的意志、卓绝的指挥、过人的坚毅、强悍的坚持，这些品质应也是命价的一部分。按照这么说的话，好人进去就要涨价呗？因是如此，毕竟叫阴德宗，针对好人也是很正常的。那好吧。接着，在管严的指引下，窦宗往矿区走去。管严建议窦宗自己炼法宝交给阴德宗，毕竟窦宗会刻画欺凌之本，如此一来，至少生命不会受到威胁。折腾了几个小时后，窦宗欣喜地看着自己的新法宝，此刀就叫晨光吧。此时，窦宗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拿出祖师令牌。光顾着去妙丹坊，都忘了认主吗？请选择我与你相处时的。停，不用再说了，我选温和的师者。不愧是祖师令牌，竟然能无限预知贡献你，不错不错。说起祖师令牌，窦宗打算再去一趟功法阁。在前往阴德宗之前，窦宗最后打算问问周恒的意见。周长老，弟子打算去阴德宗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打算筑基后去还是筑基前去？如果我想变成凡人后再去的话，您觉得如何？哈哈，周长老，我开玩笑呢，其实我是想以我现在的状态去的。窦宗祖师，我看你不像开玩笑罢了。你既然要去阴德宗，那你的逆天分魂术可还能再进一步？我在努力了，尽量看看能不能让我的分魂变大。即便阴德宗目前危险不大，但若能完整扩充出一个分魂来，自然更好。没错没错。跟周恒聊完后，窦宗在功法阁预制了一门攻击术法赤火术，随后便离开宗门，跑出金策祭礼，开始打车。尊贵的客人，金策祭礼正为您的到来而欢呼雀跃，与您初见，您可以无偿使用。片刻后，一道流光自天边飞来，落在窦宗身旁。你好，在下金策仙宗窦宗小友。罗前辈，好久不见啊。好打有。你要去阴德宗，可备好了贺礼？备好了，自己练了一把刀。刀？你们宗门怎么不给你更好的东西？罗克心里一动，取出一枚圆滚滚的丹药，放在窦宗面前。这是一枚筑基丹，你拿去吧。我觉得若是拿这个当贺礼，会更妥当。挖人光靠许诺是不现实的，靠资源砸才是硬道理。逆天宗都不愿意为窦宗准备贺礼，说明对他并不重视。还是让我来吧。罗前辈，此物如此贵重，晚辈不能收。无妨，此丹才几颗灵石而已，你尽管拿着就好。这怎么可能才几颗灵石？这个年份，这个光泽，少说也要3万灵石。
你还懂剑丹？罗前辈，我不是很懂，但我刚好最近在了解筑基丹，所以才能说2句。为了罗克的心态考虑，窦宗并没有说出实情。罗克将信将疑，一颗筑基丹而已，你收下吧。若是不想用，等从阴德宗出来，再来金色仙宗找我就是。罗前辈，多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晚辈的确不能脱离逆天宗。这是为何？你不是还没入内门吗？晚辈是还没入内门，但是晚辈已经是逆天宗祖师了。一番话下来，罗克又一次来到船头，一言不发。窦宗则是把之前孔社给他的炼丹错题集看了看，突然面板上生成了一个新的技能。这什么东西？化造残缺和造化残缺什么关系？窦宗将技能点灌入其中，却发现自己身上一点变化都没有发生。于是他偷偷运转了一下丹火，又瞬间熄灭。丹火也没有异常，此术没用啊！莫不是和祖师令给的那个无名技能是一类东西？很快，非洲降落到了吴河山脉外。刚刚那一闪而逝的丹火气息，难不成他真会炼丹？罗克十分费解，却也没多问，而是拿出一杆小长枪。以后若需要帮助，可以用我的信物联系我。多谢罗前辈，客气。祝你阴德宗一行顺利。与罗克告别后，窦宗直接朝着阴德宗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。在秘境入口，原本有一个小集市，自从阴德宗降临之后，便换成了个大宗门派来坚守阴德宗之人。窦宗打听了一圈关于阴德宗的消息，也没有什么新的情报，便直接离开了。阴德宗的入口在集市外的废弃道观内，其中有一口古井，跳进去就行了。妙一关，好诡异。话音一落，窦宗面色一变，他发现自己半点声音也发不出了。什么情况？阴德宗的影响已经波及到道观了吗？原来是触发了静音阵法，不过这阵法竟然是西居长留的。西居长便是西元的父亲，窦宗猜测他是灵犀仙宗的祖师。西居长是灵犀仙宗的祖师，我是逆天宗的祖师，严格来说，我们能以道友相称啊。如此想着，窦宗一路来到古井旁，心念一动，开始洗点。窦宗只觉得全身上下所有修为都在此刻散去，化为乌有。与此同时，窦宗立刻投井。窦宗发现自己已然来到了一个广场，放眼望去，此处好似棋盘，而他则是如同棋盘上的一颗棋子。在这广场之上，还有着30多道身影，男女老少、人族和妖兽都有。而在广场之外，10几名黑沉沉的影子盯着他们。窦宗，你这修为怎么回事？高红，你怎么在这？在看到高红的同时，窦宗发现他身后还有一人，正是皇子梁成道。好久不见，梁兄。窦兄，好久不见。窦宗，成道说在筑基之前，可以先考虑来阴德宗碰碰运气，或许难度会比筑基小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跟你们一样，碰碰运气。窦兄，你这什么情况？出了点意外，回头跟你说。好，既然现在自己已经是凡人了，那会不会被反鬼重新感染？如果感染，能不能直接拿反鬼筑基？就在窦宗思考之际，石碑后方传来一道声音：“弟子试炼，现在开始。”难道这里也有喜欢装杯的诡异？哦，看来不是。窦兄，什么不是？没什么，被李师兄影响了。现在看哪个杯都像。不过这样看来，阴德宗还是没有我们逆天宗管。在下阴德宗管事邱无德。接下来就由你先开始弟子试炼吧。好，麻烦裘管事了。你的试炼是在一炷香的时间里学会这本毛法。窦宗知道，学功法在阴德宗是难度最高的试炼。碰到过这个试炼的人，不是说这功法是金丹才能修炼的，就是说这功法里的经脉不是正常人能通的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面色一沉，被选中的修士面色更是极为难看，只得拿过玉简开始查看。我学不了。学不了？如此简单的毛法你都学不了？这不适合我。功法不适合你，呵呵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也不适合加入阴德宗，还请一步宾客席。飞雾笼罩，便是买命之时。此时此刻的这位修士便要给自己的命出价。半晌过后，飞雾散去，他不知留下了什么贺礼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紧接着，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。
这就是传说中的恶鬼吧？送这位宾客入席。话音一落，不远处静待的蟑螂突然跳起，接着那修士直接带走。这蟑螂原来不是来参加诡异的，我不要被蟑螂在啊！接着，裘无德又来到一名剑修面前。好，你的试炼是以炷香内学会这本剑法。裘管事，没有别的弟子试炼吗？既然你想更换试炼内容，说明你无法学会这本剑法，所以你的试炼失败，请移步宾客席。黑雾缓缓散去，那剑修却没有被诡异入侵的迹象，只是手上放着2个瓶子，一个是普通的玉瓶，另一个则是写着阴德24，瓶内装着一枚枚聚气丹。这家伙该不会拿了聚气丹当贺礼了？今日乃我阴德宗广开仙门，招收传人的好日子，这厮却胆敢在今日闹事。阴德宗建宗以来，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妄为的狂徒。裘管事，我可以送别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话音未落，躺在地上的一条狗张大嘴巴，竟直接将其整个吞下。与此同时，其内也传来渐弱的惨叫声。这惩罚方式倒是和蒋文说的不太一样。没过多久，一个个修士都被淘汰。裘无德缓步走到了窦宗面前。到你了。窦宗表面平静，内心却是期待此人拿出功法给自己看看。其他人也纷纷将目光集中到窦宗身上，因为他是此地唯一的凡人。你是凡人？是。凡人怎么敢来阴德宗？听闻阴德宗乃是顶尖宗门，晚辈心生敬仰，于是前来拜师。不错，勇气可嘉，值得赞许。既然如此，我决定先优待你，你就不必像其他人一样学习功法了。你先从最基础的开始，测灵根吧。只要你灵根过关，我给你拜入阴德宗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演都不演了吗？你这么简单，我们还玩个屁啊！此时的所有人都怀疑窦宗是不是走了什么后门，但只有窦宗嘴角抽搐，一言不发。凡人要测灵根，修士才能学功法。玩我呢？早知道不洗点了。人，你不愿意答应吗？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太过激动。那就好。紧接着，裘无德开始掐诀，一团黑影从远处飞来，化作一块石碑。罢了，既然都这样了，那不如先测测灵根。万一诡异就喜欢残缺灵根和结识诀窍呢？实在不行就交贺礼，下次再用修士身份来。反正我这凡人的买命钱应该也不能贵到哪里去。那狗不见了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在阴德宗装备的是狗啊。深吸口气，窦宗抬起肩膀，将手贴在狗碑之上，一层黑色波纹缓缓浮现。而裘无德则是看向窦宗，神色变得很是难看。你倒是很有意思，灵根残缺，学窍淤堵，就你也想加入阴德宗？你觉得你配吗？此言一出，全场所有人目光一变，看着窦宗不经意露出的逆天宗命牌和金色仙宗信物，没有一个人真正认为窦宗真的是无法修炼的凡人。究竟是什么法宝能把一个人的修为、资质、学窍全部隐藏，并骗过诡异？此时的窦宗并没有理会这些眼神，只见他的面板之上，逆天筑基法发生了变化，